为什么中国普遍存在产品主义的现象？为什么中国很少有从零到一的开创性发明创造，而只是重视抄袭和模仿？为什么中国文化中会有破坏别人的成功的现象？今天我们继续读《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这本书。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读到产品主义的倾向，跟大家一样和基督的普遍化这3个专题。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读更多的书，以帮助自己查杀掉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第一个专题：产品主义的倾向，太平思想。任何个体不发达的情况，都会有要求大家必须一样，因为在个体不发达的情形中，个人的自我价值是必须不断地与他人的比较才能确立的。因此，自己在做一件事，就必须看看别人是否也在做同样的一件事。如果他发现自己做的事与别人不一样，他会赶紧地去与别人一致，或者刚好相反，他会想办法将对方搞得跟自己一样。如果自己没有权利，就用忠告的方式去向对方施压；如果自己专权的话，就会用威逼利诱的方式，甚至暴力的方式去铲除别人的差异性。中国的问题却又不只是一个中古文化那么简单，因为即使在教权时代的西方，个体性仍然是比中国人发达。固然大家都认为得救之道只有一条，但是上帝却是一个超越的符号，能够将每一个人从世俗中提升上去。然而，中国人之作为人，是完全在人世间实现的平面人，而且必须有2人去定义一人，因此个体化不发达，就不只是社群纽带还未瓦解那么简单，而是一种建构性的人我界限不明朗。这种2人互相定义的措施，是以将双方的个性都抹掉，而且这种2人之间还衍生精神形态的设计，就将每一个个体都转化成需求大致相同的身。因此，对超乎这种需求以外的个体的特异性表现就难以接受。的确，中国几千年来没有超越意象的超稳定局面，也正与这个抹掉个性的身体化倾向有关。中国人身体化的宗教观与不朽观，除了使一代又一代身体化地延续下去，每一代都不能产生特异风格之外，还制造了世界上最庞大的人口，形成对有限资源的巨大压力。于是整个文化结构的意向又只能导向身体化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民以食为天，而其解决方案也只是平均分配。中国的小农经济是建筑在同质的单调手工作业的，以及分散的细小的地盘之上的，它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的分工，应用任何精巧的科技，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面性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也没有任何远大的眼光。因此，他对现代的社会分工、众多的现代职业团体的繁衍，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现代生活的多样性、喧哗性与疏通性是极端仇视的。小农的心态有城乡工农、劳心与劳力的差别，是必于产品而后快的。然而，与发达国家的郊区都市化、农业企业化、劳动者知识化的做法背道而驰。小农心态往往认为都市生活是腐朽的，而农村的愚昧则是民风淳朴，因此一切都得还原到原始状态。中国人有产品主义所造成的死亡崇拜，并不限于城市，它还体现在每一个人身上。跟大家一样，强制别人与自己穿衣相同，其实也是克服人我界限的表现，因为别人可以代替本人感觉冷暖寒暑，并且认为必须也和他们一样。中国人似乎在统一思想之余还要统一感觉，真正可以做到了心连着心。衣着虽然是外表的事物，但是它却最具体形象化地披露了一个事实：个体在中国文化中是完全没有合法性的，甚至连苏联与东欧等相同体制的国家也没有做到像中国这样整齐划一的地步。因此，我们值得把这种情形归纳于中国文化中抹杀个性的倾向。中国人是最不欣赏一个人有个性的，他们只欣赏一个人不脱离群众、不掉队、乖或者听话，也就是跟大家一样。
中国人死亡崇拜的一个表现是强求统一，因为世界上是存在着各式各样的人，有的美，有的丑，有的人身段线条好看，有的人不好看，有的人即使不十分的美，但却具有创造美感的心理化学，有的人即使天生美，却为了跟自己过不去，或者为了在别人面前表示乖与听话，也以丑为荣。当然也有根本就是丑，还要丑人多作怪的。然而中国人却必须用群众专政的方式将这一切差别都铲平，结果女的弄得清汤挂面，男的弄得没干菜一样，身体好不好都一律折起来。本来人与人的这种差别是只有到大家都死亡了以后才能真正的拉平，因此这种在生前就用集体涅槃的方式搞到无差别境界，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死亡崇拜。我们坚信任何创造都是犯规，虽然并不是所有的犯规都是创造，然而中国文化的整个结构却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国内固然是将跟大家一样制度化，但是即使在有文化创造自由的国外华人社群中，不尊重个性的倾向也令他们对现代化文化的贡献几乎是交白卷，必须去迎合世俗，我出不了头，你也休想出头。中国人是用人言可畏的方式去将别人铲平的。在中国人之间，一个人尽管没有做损害别人的事，只是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风格与愚昧大众稍有不同，于是那些以愚昧大众的发言人自居的人就会起来指责这个人人品不好。中国人的品是由众口所定的，因此品字有3个口之多。中国人品评人物，虽然有时是对无耻的人的一种制裁，但是更多的时候却是为了将别人搞得跟自己水平一样。因为一般中国人衡量别人总是倾向于用大家都接受的公共标准，评字从严从平，虽然原本不一定具有铲平的意思，但是运用起来却常常变成用人言去将别人铲平。在国内，如果不抹掉自己的个性去迎合一些庸俗的愚昧大众，就会自食恶果。例如有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女孩子，平时作风与大家不一样，是被归入清高一类的，结果到她想申请出国时就被系里的领导卡住了，不批准的理由是平时蔑视领导，言下之意是不拍老子马屁，老子就不放你过关，我出不了头，你也休想出头。在国内，最聪明的人也将以最愚昧的人的效率去工作。事实上，铲平主义是而且只可能是向下看齐的同义词。中国人的这种文化心态与美国人的清教文化刚好相反。在加尔文派的教义中，得救者只有少数的名额，而每一个人都必须透过自我组织的方式与他人竞争，去获得入围的资格。因此，美国文化是一个只同情强者的文化，它是没有一点人情味的。常常需要在感情上依赖他人的，往往就会陷入精神病；不能自我组织而必须依靠他治他律的，则往往会出现人格解体的症状。年老者很不幸，则多半会被遗弃。至于中国文化，则可以说是一个照顾弱者的文化，它用和合、团结在一起的方式，达成了向下看齐的效果，而将有个性的出众的人放入了应该被铲平的行列。国内的体制是保障大家都出不了头的，也就是将个体的不发展制度化了的。既然大家都不可能有个人发展，于是大家都希望别人也发展不了。马克思说过，在贫穷的基础上实行共产主义，结果就只有出现嫉妒的普遍化，真是说的一点也不错。不过这种倾向在中国又似乎特别严重，这种自己出不了头也不要别人出头的心态，除了被制度化了之外，还牢牢地根植在文化的深层之中。在一个缺乏个人发展观念而又人我界限不明朗的文化中，个人的进步是不需要完全凭一己之才干的，因为这一点可以凭特殊的关系与身份就可以做到。至于个人发展不了，也无需怪自己不行，只需将怨恨发泄在别人身上就行了。事实上，在一个自我还没有确立的文化中，也只能是这样。这类人眼看比不上别人，却不怪自己不学无术，反而将自己不发展的账算在别人头上。在妒火3000丈之后，他们也会利用人情公式，用搞和合的方式与你交朋友，然后乘机踩在你的身上，把自己抬上去。嫉妒的普遍化
总而言之，当我们了解了中国人的这种我出不了头，你也休想出头的心态后，才会明白为什么在文革期间会出现把钢琴弹得好的人手指打断，将靠面孔演戏的人毁容，将舞蹈表演者的腿打断的现象。因为一些在平时成就比不上别人的人，早就想伺机而动，现在刚好趁着革命行动的机会，将别人铲平，搞到跟大家一样。以上这些在文革中出现的少数事例，其实只是冰山一角，因为文革的打击面可以说是包括一切有成就的人。在各行各业中有成就的人，不用说都是有点名声的，报酬也是比别人稍微高一点的。然而却正因为这样，在大家齐头的水平上出了头，结果就成为了被打击的对象。魔术是可以点石成金的，马列主义的名词也可以变戏法，于是这些人也通通变成了资产阶级。人的思想往往是很奇特的，例如世界上就有专门毁坏艺术品的神经病人，对一个泯灭个性的文化来说，则可以说是集体地患上了这种神经病。因为一个在平时就不准人发展个性美的文化，对具有个性美的个人是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一个在平时就不准人创造外形美，而搞到人人以丑为美的文化，是会将具有外形美的人当作不道德的；一个在平时就不准个人放光放热的文化，是反对生命而大搞死亡崇拜的。因此搞到自己活不起来，也不要别人活。在文革期间，即使不是出了一点名气的人，只要条件稍微比别人好的，也难逃被铲平的命运。的确，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在几千年的递进过程中，在形态上是越来越超稳定，在结构上也像落水麻绳一般越勒越紧。因此到了今天，不只是专制主义发展到了极致，铲平主义也发展到了史无前例的最高峰。杀尽不平方太平的农民战争曾使张献忠堆起人头山，使博尔布特搞起万人坑。中国现代的农民战争虽然并没有这样具体形象化地搞死亡崇拜，但是却用铲平粮与劣的方式搞了一个14亿人的巨型万人坑。因为他们的这种做法使14亿中的每一个人都发展不起来，因此使整体也发展不起来。事实上，连养鸡与养鱼的人也都知道要培养优良的品种。然而这点浅显的道理，中国人在对人这一方面却完全不懂得，而且还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将最良与最劣的一律用死后大家都只占6尺空间的方式去处理。这类做法不用说无法创造出比现在蓬头垢面苍白的囚徒更高的人类出现，就是连眼前的发展工业化与现代专业主义也做不到。的确，即使在文革以后的今天，仍然出现发明家获国家奖赏却被所有同事排挤，因而被迫害变成疯子的事例，接触的学生被人在背后造谣重伤告密的情形也时有所闻。在国内时时常听说也亲眼看到，中国是不缺乏人才的，但是在国内却出不了头。同样的一个中国人，在国内一点用武之地也没有，只有到了国外才变成人才。因此现在有一点办法的人都想去美国。这一期的分享暂时结束，下一期我们分享这一期的对立面特殊化，铲平主义是为了特殊化，以及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